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8月12号星期二，我现在在大阪城外边，看河对岸就是赏樱的那个大阪造币局，造币局的博物馆。为什么来这儿的呢？是因为前段时间跑团的小伙伴们发现河狸鼠，你看大河原先生在 B 站发的视频好像还有，就是这儿，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，我看看啊。对，是这个方向，因为大河原先生的照片拍到了那是一座酒店。最早看到小伙伴们拍到的时候只有2只，然后前段时间大河原先生他们来拍到，就又有3只小的了。我们绕着这池子走一圈看看，这就是河畔的小公园，现在有卫生间。你们看，刚才迎面跑过来这位先生，就是有一次强度课跟大家正好在聊天。就跳着跑，就很明显的跳着跑，就是他的力量好像就是他在故意的往起跳，就是我明白可能人们在脑子里想象的那个跑步的样子是什么样的，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那样。没看到，可能是在荷叶的深处。行，找不到吧，走了。这2天大阪的风特别大，但是不凉快。昨天其实体感还行，但是我回去一看，手表测的当时的气温也是29、30摄氏度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明天加练1天，明天是周3，合练的日子，课表是6公里的阈值。我今天有点累，今天咱们回评论。在这之前先说一下，昨天那个课表，我看人家的视频看错了，因为我早上走的着急，我没看完。我搜那个课程的名字，在他的奥运会的备赛周期里搜到了一个视频，结果他当时视频里说要比马拉松配速更激进，那8英里，但是我没看完，他那天的训练是就跑了那8英里，没有后边那3个1.6，他跑那个接着跑3个1.6公里，就是1英里的那种，他的那8英里是要比马拉松配速慢，英里配速它大概慢20到30秒，那到公里就是10几秒，那其实也可以。我昨天跑的是3分53，那就比应该的要稍微激进一点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所以今天觉得特别累，小伙伴们跑的话就比自己的马拉松配速慢15到20秒。就是比你全马最好成绩，如果这最好成绩离现在不太远的话，我觉得就可以。所以今天比较累，今天轻松跑1天调整一下，明天看看状态吧，因为还有不到20天就是悉尼马拉松，就现在是你只要有1、2次优质的训练就够了。而是要避免在训练中受伤，这个是很关键。一位小伙伴说7月份开始跑步，报了一场10月份的半马，那如果中签了怎么办？说现在跑的还行，但是体重有90公斤，说是跑5公里完全没问题，但是跑超过8公里呢，心率就一下就上来。其实抛开这个半马不说，刚跑步3个月到10月份的时候，这3个月没有什么秘诀，这3个月就是想办法把这习惯坚持下来。这个小伙伴说他每周跑3次，我觉得有点少。就是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其实1次跑多远不重要，相对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是，尽量的多跑，这样慢慢身体就适应了。至于90公斤这个事情，如果再跑1、2个月还是90公斤，或者没有掉到7开头，我觉得就要反思了，就是跑得太少。这位应该也是国人，穿了个轻功。我今天应该是没约人，我的小本上没有。你好，你约过我吗？没约过，没关系。来，你介意被拍到吗？不介意。
你好，从哪里来？天天看你视频。我已经跑回来了，今天就跑了10公里，轻松跑。刚才和那位碰到的先生一起跑了几公里，聊一聊。他也是刚恢复跑步没多久，说很少会跑这么长，特别开心。我们接着聊，结束一下刚才那话题，就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们，我还是建议尽量的有连续性。就是你比方说你一次跑8公里特别累，导致第2天第3天都不能跑，那不如你就一次跑3公里，差不多每天跑一跑，可能会比较好。先把前2-3个月度过去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好多问题您问我的问题也就不再需要我来回答了。然后有小伙伴问我说成绩还不太好的小伙伴们不要去顶那种间歇，说顶不上去意义不大。但是他说不对啊，我也能顶上去，我跑完也是精疲力尽的，也挺快的。我说对，我当时也是这么说的。但是呢，您认为的那个顶上去和实际的还是有差距。就是你看，像我们跑1公里，比方我总跟大家分享，差不多跑1公里就是身体公斤数再加个5到10这么多千卡。差不多我跑，比方说你看我跑3分半1公里，还是3分101公里，还是4分1公里，这个千卡数差的不太多。但是那差出什么来呢？差出的是你整个跑动的动作的经济性。就我总说高强度的这种间歇就是短距离高速度的，其实更多的练的是你动作的经济性。这个经济性也没那么神秘，不是说我用对这个劲儿我就能少出力，然后高速度，也不完全是这样，但是差不太多，就是这意思。也就是说你现在你的身体还没有这个快速的感觉，你跑那种短距离，比如你跑400米或者200米的间歇，你觉得是全力以赴冲刺了，这就跟我们看别人拍的公司的或者学校的运动会一样，不是体育生就是普通人那种跑100米，他可能已经觉得说我已经健步流星了，虽然我可能最后成绩14秒13秒挺快，我觉得挺快的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看起来真不是那样，那不是那样他就练不到那个感觉，真心话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没有一定速度基础的时候，还是以跑乳酸阈值更有效率。然后下一个，我下半年的比赛计划还有回国比赛的计划，目前回国比赛计划应该只有北京和上海，北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上海报名了，不知道能不能中签儿。然后其他的就是8月31号的悉尼，然后11月中的神户。如果北京是10月份的话，那就是10月份有一个北京，然后之后12月份有2场，目前暂定的一场是那个富士山，还有一场是台北。那今年应该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明年初就是大阪的半马和全马。大阪的半马8月20号开始报名，官网已经更新了，是先到先得，海外也是先到先得。大阪半马是一个高水平的半程马拉松比赛，因为它是日本学联的每年度的第一场。不是每年度，是每一个自然年，因为他们这年度是到4月，是每一个自然年的第一场大赛，所以前300-400名都是学生，所以我每年那个成绩1小时14、1小时16，只能排300多名、500多名，前面都是高手。所以如果您是想来冲一个，但是你目标是1小时12、1小时11，那这边有好多高手可以跟，而且天气非常好。下一个，已经跑了3000公里了，45岁，半马1小时57，全马4小时57，目标想把全马提升到430以内。对，你看他这个时间啊，157、457，其实2个半马已经加了快1个小时了，对不对？或者说已经1个小时了。对普通人来说就是这样，你越慢，你的成绩就越不符合2个半马相加，再加一点点是个全马，就加那个数，就比方说你的全马成绩是 n， 然后半马成绩呢是 x， 然后呢 2x 加一个 y 等于 n， 这个 y 你的 x 越大，这个 y 就越大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所以还有一个小伙伴的问题是，职业选手是不是半马和全马的配速相差很小？也分人，但是总体看要比普通人小。差不多你看
我全马4小时半的时候，我的半马是1小时，差不多1小时50，1小时50，差不多我是2个半马再加上50分钟，对吧？是一个全马。然后我的半马1小时30，1小时1小时38还是1小时32，忘了，好像是1小时38的时候，我的全马破4了。那差不多就是2个半马加了40多分钟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的半马跑到1小时27的时候，我的全马纽约那次3小时02，然后再之后我的半马1小时17的时候，我的全马2小时44。我们看看1小时17和2小时44，1小时17呢就是2小时34，对不对？2个半马加10分钟，然后后来基本上就在10分钟范围内。我去年的就是大阪那年，前年的大阪半马1小时16，大阪全马2小时41，那差不多是加了9分钟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年其实全马我保守了，为什么说保守了？但我一直说保守了，咱们看一下参照，我的半马今年1小时14分21，那就是2小时28，不到2小时29，对不对？我的全马是2小时38分40多，又变成10分钟了。但是按说，其实那天如果我最后10公里不保守的话，我应该能跑到237开头，我感觉。那这样又是9分钟，你再往前进，可能在前面的世界我就不懂了。但是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如果你的半马在2个小时，全马能进5个小时是很不容易的。全马430的话，半马差不多要进150，不成熟的观点。就是你看150跟200是不是就差10分钟？但是到全马上差的可多了，你到最后决定你是跑3公里还是走3公里，走3公里你可能就13分钟1公里了，你跑3公里怎么着，你也得6分多钟1公里，对不对？差一半了。行，基本上准备的都回完了，今天咱们简单聊一期，明天我看看我身体恢复的状态，这个时候的训练就是自己去感受自己的身体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